田园犬先生每天都坐在那里，不知道在等些什么。你在等什么呀？我主人呀。他走了多久了？1、2、3、4个小时，4年了。可以确定田园犬先生是一条流浪狗了，但他时时刻刻都在笑着，我很不解。4年没见主人，你很想他吧？不会呀，他就住在那栋楼上，我天天都能见到他，嘿嘿。那他为什么不带你回家呢？因为我惹他不高兴了。有一次他和一个男生交往，我看到那个男生背地里还和其他女生亲热，对我主人太不公平了，我就咬了他一口，后来就被主人赶出来了。你主人知情吗？我不太清楚但是我惹他不高兴了，就是我做错啦。我能感受到田园犬先生非常的爱他主人，但却是很卑微的那种爱。无论你主人做什么，你都不讨厌吗？不讨厌呀，不过我不太喜欢主人叫我土狗，我明明是田园犬，而且我很潮的。田园犬先生用自己的方式取悦着主人，可他主人似乎并不感兴趣。葵呀，你能不能给我取个新名字呀？你是条田园犬，主人又叫你土狗的话，不然你就叫舔狗吧。舔狗，这个名字好主人肯定会多看我一眼的。只要他能再看一眼，他就高兴成这样。大概这就是舔狗的快乐吧。唉，荒诞的生活还要继续。青蛙先生最近变得不爱吃蚊子了。青蛙先生，以前你喜欢，现在你怎么了？我戒蚊子了，葵葵宝宝。啊？我很好奇是什么力量让青蛙戒了蚊子。你们天天吃油腻的外卖，蚊子又吸你们的血，吃多了的话我会胖的。你减肥干嘛？我喜欢上了一只天鹅，所以我要控制我的身材。爱情的力量真是不容小觑。你这个好吃吗，葵葵宝宝？好吃啊，你可以试试，多吃高纤维的食物可以减小肚子的。早知道有这么好吃的东西，我还吃蚊子干嘛？1个月后，青蛙先生的身材真的变好了，但我觉得追到天鹅也是很难的事。你知道吗？就算你把身材控制好了，天鹅也很难看上你哦。我已经说得很含蓄了，是几乎不可能。我知道啊，其实我不是青蛙，我是只癞蛤蟆。那你还……我怎么配得上天鹅呢？如果一直这样想，那我整天吃了睡活着就好了，但多没意思啊！所以天鹅就是我的目标，我要朝着它努力，努力了就会有更多机会，失败了也没关系，至少我精彩的活过。你觉得呢，葵葵宝宝？我也想奔向点什么，即使过程并不简单，结果未必美好，但那样才有意义。葵葵宝宝，我加到天鹅的微信了，哈哈哈哈！唉，荒诞的生活还要继续。要不是突然打开日历，我都不知道已经是春天了。高中毕业那天，我忘记了早上6点的天空是什么样的。大学毕业那天，我忘记了寒假和暑假。春天对我而言，好像没有了概念。永远恒温的办公室，永远拥挤的地铁，永远紧闭的窗户。我好像忘记了冬天在教室里手脚冰疼的感觉。我好像忘记了春天来临时上学路上盛开的小花。我好像忘记了我的童年，忘记了我的青春。我以为我的记性很差，我却忘不掉穿着校服的他。清晨的风还是那么凉，骑行在路边，风中吹过的全是思绪。我也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，我只是想爱点什么，就像草木对春天的钟情。若不是城市太吵闹，谁不喜欢安静呢？汽车太喧哗，地铁太拥挤。这个周末，我就想这么骑着自行车，慢悠悠地骑在青枝扶疏的街道，就像小时候一样，一头栽进春天里。糖是甜的，咖啡是苦的，生活是什么味道呢？小时候的味道应该是辣的。第一次偷吃辣条，第一次抄作业，第一次学 rap。小气鬼，喝凉水，讨个老婆3条腿。涉世未深的我们对任何事物都有着异常强烈的好奇心。
做所有事都像辣椒在嘴里的感觉一样刺激。后来上了大学，甜甜的恋爱，甜甜的友谊，约会到再晚也要再峡谷一句。那时候虽然只有几百块的生活费，但是生活是甜的。再后来开始工作，以为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，可恋人、朋友都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消失了，大家都在忙着各自的事情，累得喘不过气，生活变成了苦的，难搞哦。但咖啡虽苦，你也觉得好喝；生活虽累，我们应该觉得值得，不是吗？努力奋斗。老板在咆哮，痛斥着这代年轻人的思想，不团结，没有上进心，不负责。父亲在指导我的人生该怎么走，攒够钱，买车买房。司机师傅在讨论被毁掉的年轻人，沉迷于游戏，手机不离身。我们这代人好像被贬得一文不值。但我在笑老板太天真，这份工作并不是我的理想，所以我拿着工资做对得起工资的事，并不想多付出什么。还有父亲，我攒够了钱会去做自己喜欢的事，我会不断去学习，因为投资自己永远不会错。至于司机师傅，我们玩电子游戏和您那个时代搓牌麻将差不多，都是一个性质，只是社交方式不一样而已。时代之所以在进步，就是因为下一代人没有听上一代人的话。我们会尊重你们的想法，但我们也可以选择不接受。小时候想要学校爆炸，长大了想要地球放假。在沉重的学习和工作的压力中，给我一部手机、网络、零食，我可以待到世界重启。但真的这一天来临之后，似乎并不像想象的那般如愿。我开始怀念学习的时候，怀念工作的时候，那些东西让我成长。长期的玩乐也是会厌倦的。果然人的喜欢都会有保质期的吧？那我到底最终想要什么呢？想要变有钱，但害怕身边会有很多虚假的朋友；想要回到小时候，可担心会没有比现在好；想要和外婆再说说话，又不想让她继续被病痛折磨。最后我发现，人是永远无法知道自己要什么的，因为每个人只活一次，既不能拿它和前世做对比，又不能与后来做参照。算了，我要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了。以后变了也没关系，又没人知道是不是对的。看到教练穿的 AJ 很潮，我买了一双；看到室友买的 T 恤很潮，我买了一件；看到热门的自愈头很潮，我留了1年。我疯狂地凑齐着别人的东西，却发现我不再是我。为了追求与众不同，总是在模仿别人的我，变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赝品。我不想这样，于是我开始观察自己面容，丈量自己的身材，思考究竟什么才是适合我的。去一个满是宝藏的地方，配饰，在那里购买合适的单品。这里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风格，大家都在遵循着自己的内心。我就是我，不需要刻意模仿谁啊。于是你们现在可以见到这样不同风格的我。当我不去模仿任何人的时候，我就是独一无二的真品。